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的国家的问题叫未富先老。哦，鹤岗房子那么便宜，我得买一个，难道打飞店来回吗？我们现在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美国、德国，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吗？我是复旦大学的葛剑雄，主要的就是研究历史地理。在中国历史上面有几次大狱，比较有名的一次，东汉末年建安年间。从史料来看，严重什么程度呢？张仲景家族200多口人死掉了2/3，建安7子在此疫情中间死掉了4个，总人口损失1半以上。我们研究移民史，人往高处走是普遍的规律，但这个高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高，还包括精神境界的高。比如有些人向往田园生活，环境更好，人的心态更好，这也是他的高。现在有些人什么逃离北上广，比如说疫情期间，我赶快逃回家，家乡一定找得到工作吗？现在要回来了。只要是理性的都是好的，问题现在我们不理性，变成无序的流动，或者心一直冲动的迁移。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的话，就是进入发达富裕社会以后，人口出生率都要下降。我们中国人以前养儿防老，相反的就是有儿子也养不了你老，他自己有他的工作，市场的竞争很激烈，那你生一个孩子可能机会就没有了。要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，不要完全寄希望于物质资助啊、延长产假啊，发达国家早就采用过了。那么真正要解决的，我们年轻一代他们有个正确的生育的观念。我们的国家的问题叫未富先老，社会保障还不够，现在还有新的矛盾，比如说延迟退休，我这位置腾不出来，那么新的人就不能就业。如果我们改成老年人鼓励他们再创业，那么就可以获得老龄的红利。你到日本去看，出租车司机啊、服务员好多都很老了。我碰到你80，我问他你是不是没有养老钱？不是啊，我这样的话身体也可以好，心情也可以好。公务员还是最稳定的职业，毕业生一定要去就业竞争呢。他可以选择考研，也可以选择就业。日本也曾经出现这个情况嘛，就业困难，政府呢就要求增加研究生名额。美国2战结束以后，一些大学紧急制定扩招，那么至少可以把那些有文化的基础的人消化掉。这种现象是正当的，是社会积极的调整。专制社会阶层基本上固化的，唯一的能够流动的科技，但是能够参加科技实际上人口中极少部分。到了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，是鼓励实现阶层之间的流动。我们现在动不动是寒门出不了贵子，我农村孩子进不了北大，就是城里的孩子，你想进北大就进得了吗？你从草根一下跳到精英，这本来就很难的。阶层之间流动不是无条件的，最正常的是相近的阶层之间流动。每个个人都要做出理性的选择。政府呢，要保证所有的公民在人格上、社会保障上是平等的，保证他具备的这个能力在阶层中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。这样的我们教育才是符合社会的需求。